接下来，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本课程会使用到的软体实作环境。本课程将使用到 Python 跟 Apache Spark。若您要在自己的电脑上执行 Python 的相关练习，这里建议您可以下载 Anaconda 的安装档。若是要练习 Apache Spark 的相关实作，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 PySpark 的命令列，需要安装 Python 的环境。如果要使用 Scala 这种语言的 Spark Shell 这个指令，也是一个 Command Line 的界面，则需要安装 Java Runtime 跟 Apache Spark 的安装档。由于每个学员的电脑硬体规格各有不同，作业系统也可能不一样，因此这边先提供2个云端服务，让各位学员可以透过浏览器就可以做 Python 跟 Apache Spark 的部分操作练习。第一个是 Google Research 提供的 Collaboratory， 第二个是 Databricks 提供的 Community Edition。那网址如简报这边所示。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在 Google 的服务上执行 Python、Apache Spark 范例。要使用 Google 的服务，前置作业很少，只要您有 Gmail 账号，就可以直接使用。首先，请先连线到英文版的说明页面 https://google.com/notebooks/welcome.ipynb， 这是 IPython Notebook 的意思。HL 等于 EN。为什么要特别加上后面的 HL 等于 EN 呢？因为大家可能浏览器会是中文的，那你会看到简体中文的说明，但是它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一点。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英文版的说明，会比较完整一点。那这边图里面有提到说 Google 的服务是有提供 Python 2跟 Python 3这2种版本。以往大家可能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比较多 PySpark 的实作，大部分会是 Python 2的 version， 后续这边介绍的会是 Python 3的语法，所以我觉得用 Google 这个服务来讲的话，会蛮方便，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版本来做练习。其次 Google 这个服务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有提供一个 GPU， 就是用那个显示卡的资源，让大家可以去跑 TensorFlow。所以如果有想要学 TensorFlow、Machine Learning 这相关的学员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第三个是 Google 的服务也有帮大家装了一些经常会用到，比如说 Matplotlib 的 library， 可能后续课程这边会用到一些想要把计算出来的结果做一些视觉化的动作，做一些绘图的动作就会用到，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还蛮好用的服务。前面这边算是 Google Collaboratory 有提供的这些基本的服务，但是它基本上原本是没有提供可以执行 Apache Spark 的环境。那要怎么样在这个服务上面执行 PySpark 呢？首先，请先在 File 的地方选 New Python 2 Notebook， 建立一个新的 Notebook。第二个，请在底下的这个称之为叫一个 Cell 的地方输入以下这一段程式码，接下来按下左方这个播放的按钮，或是按 Ctrl 加 Enter， 这个可能不一样的电脑会有不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浏览器这边显示出来的那个快速键会是什么，那它就会去做一个执行的动作。那这样跑完之后，其实基本上跟你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一个 Java 再加 Python 再来跑 PySpark 的环境会是差不多的。这边先给一个基本上大家在学 Apache Spark 都会用到的范例，叫 Walkcount， 也就是做字数统计。那我这边大致上先把题目先列出来，上面这一段是前面列的，你可以再照着这个打一次。那我这边呢，宣告一个 RDD 的变数等于要把 Hello World 这个字串把它平行化。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网址spark.apache.org examples.html， 它会告诉你 Walkcount 应该要怎么写。那接下来你可以打这一段，就是 output 等于 RDD 点，这边你就要自己填答案。
那最后要打一个点 collect， 因为 Spark 它有所谓 lazy 的运算的做法，你在做 collect 的时候，它会再帮你转换成 Python 的输出。这边只秀出我 run 出来，如果你想要看 output 是什么，你可以直接打一个 output， 然后按播放钮，它就会秀出它的内容。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前面这段程式码里面写 print output， 这样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到结果。那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实际上，台湾的 Spark 社群在2017年有一个算是线上的解题竞赛，那他们出了蛮多题目的，大家可以到 www.sparktw.ml/challenges 这个网址去看它里面的内容。那另外的话，如果你要解前面的这些 challenge， 或者你要写 PySpark 的程式的话，你应该会需要用到 Spark 的 Python API。那你可以到 Spark apache.org/docs latest 这个网址去找那个 Python 的 API。我们就实际来操作一次。首先，请在你的浏览器输入这个 Google Research 提供的服务，叫 colab.research.google.com。那一开始它会跳出这个，其实是算是简体中文版的说明。那我们刚刚有讲说可以加上 highlight 等于 English 哈，这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转换成英文的。那这边会有一些基本的说明，包含说其实我们在这一段影片里面并没有去介绍说怎么样去读取档案。那其实它这边有说它是可以把资料放在 Google Drive 上，那你就可以拿这个环境来读 Google Drive 的资料。那这边有提到说它有提供 Python 2跟 Python 3两种不一样的执行环境。那你就是在建立新的 notebook 的时候可以去选。那等一下我们会选择 Python 2的环境，那这是刚刚提到的。那它其实有更多说明，大家可以去看。那另外的话，在左手边的这个 Code Snippets 这边有一些关于，如果你想要把一些档案下载下来啊，然后做安装啊，或者是你想要装一些 library 啊，它都有对应的范例说明。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段，如果你可能觉得使用到比较进阶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它官方的说明。接下来让我们来产生一个 Python 2的 notebook， 请选择 File New Python 2 Notebook。好，那如果大家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已经登录你的 Gmail 账号的话，它会要求你要先登录才可以。那我这边因为我已经先 login 了，所以就直接会跳进来这个。那我们先来改名字哦，这样方便我们后续可以做使用。那我这边是用 PySpark， 我这边加注一下，这是 Python 2的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前面投影片的部分先贴起，然后执行一次。那这里因为先前已经有做过安装的动作了，像这个就是它没有装过。如果你已经安装过的话，那前面这两个动作，一个是要安装 OpenJDK Java 的 runtime， 一个是直接透过 Python 的 package 去装 PySpark 的这个套件。这两个动作其实是系统的部分。那如果你已经装好了，它的显示会比较少一点。那后面这一段是属于初始化。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电脑上装这些环境的话，那可以直接下一个 PySpark 的指令。那这 PySpark 的指令其实它就是会帮忙建两个环境变数，一个叫 Spark， 一个叫 Spark Context， 缩写是 SC。这边就是方便大家在网络上找到一些范例的时候，可以直接照它那样子贴，就是很多都会写，比如说 Spark 点什么，那其实它就是用这个 Spark Session 来做动作。那如果它是什么 SC 去做一些动作的话，它就是用 Spark Context 再做一些处理。那这一段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执行完以后，他就跟我说我的 PySpark 装好了。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个 code， 加一个 cell， 那你可以打 Spark，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 Spark 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 Spark section， 那我也可以问一下 SC 是什么，他就跟我说 SC 是 Spark context。
接下来是简单示范一下 Work on 的这个部分。好，这是 Apache Spark 的一些 example。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第一个范例就是 Work on。那其实它这边已经算是有答案了。Work on 这边它有 Python 的写法，有 Scala 这个语言的写法，或者是 Java 这个语言的写法。我们先把投影片要用到的那个范例先抠过来，网站上列的最基本入门款就是一个 Work on 的范例。好，那这边我就直接贴，这里也是有2种语言的写法。那第一，我们用 Python 的这一个 rdd 等于点 parallelize hello world， 把它贴过来。那实际上前面写的 output 等于rdd，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去做练习。那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如果直接下 collect 的话，它会得到这个结果。如果大家不会写的话，你可以贴，然后看一下，贴过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你跑 flatmap 这个function的时候，它这个意思是我要把这一行用空白隔开，那所以得到的就是 hello 跟 world 2个字。大致上到这边应该大家就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后续相关的题目了。那另外，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其他的 challenges，像它这边有不一样的题型，有的是中阶的，有的是比较难的。像后面这几题是很难的，你可以随便挑几题来做练习。那大致上你就可以从这边慢慢的去学习说，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 Python 语法才可以完成这个目的。这边是关于 Spark Python 的 API， 像前面提到的 Spark Context，这边有 Spark Context 有哪些function可以用。如果大家有学过程式语言的话，会比较知道说，像 Java 我们就会看 Java 的 document， 那像 Python 的话，也会有类似这种 Python 的 API 的 document， 你就必须要去练习，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你想要的函数。那在 Spark 里面，其实大部分大家可能会用到，比如说像 RDD 的部分，那这边就会有一些简单 RDD 的函数有哪些。那这是关于第一个 Google Collaborative 的那个服务